Hello，大家好。那我们接着呢，来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事情。其实呢，应该这么说啦 COT 的稳定条件呢，跟一般的电源呢是不太一般的那种补偿方法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特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COT 的稳定条件，所谓的 COT Stability Criteria。那我们前面有反复的说到嘛，我们那个 ESR 的 Ripple 很重要，为什么？因为 COT 呢，它是基于一个 T 用时间。然后顶到我们的当输出电压往下掉到我们的那个 reference 的参考电压的时候呢，它就打开，但是打开的时间呢，这个时间是固定的，叫 constant on time， 然后再关掉，然后再重新打开，那么就变成说这个 ripple 呢是很难的去被抵消，只能去缩小，对不对？但是缩小呢会影响到我们的稳定的条件，所以我们今天影片主要来介绍一下这个稳定条件到底是什么，那你怎么去改善它？或者说怎么去降低我们的 ripple， 然后但是又不影响我们的那个 stability 我们的那个稳定度。那有一个公式就大家要先把它简单的记在心里面了。我们 ESR 呢在很多的书都有教嘛，我们其他影片也有说到 ESR 在我们系统里面，这个 ESR 在系统里面呢得到的一个东西叫什么 Zero， 就是我们的零点。那这个零点频率呢，给大家一个参考，这个零点频率呢，应该要小于等于你的开关频率除以派这个要先有一个心理概念有机会我再跟大家解释一下这怎么来的。那基本上你要先知道一个准则就是简单的准则，你的这个零点的这个产生的 ESR 的这个频率呢，它是必须小于等于开关频率那除以派的。好，那在我们的这个电容上呢，如果有买我的书的，我上面也有解释这个东西其实上呢，我们在一个电感电流流进我们的电容的时候呢，它有产生两种电流，而且这两个电流呢，它的那个相位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红色这个，你可以想象咖啡色下面这咖啡色这条线你可以想象，假设它就是我们的电感电流因为它是刚好同向的，这个流进我们的电容的时候就是我们电感流进我们的 IL 流进我们的电容的时候先经过这个 ESR， 那这个 ESR 呢，因为电阻嘛，跟电阻是没有相位的，所以电阻上面的电流所产生的相位就是我们的电感它是同向的，我就这样子流，这没有问题。但是本身电容这个 C 里面的电容量呢，所产生的那个电流呢，我们叫 delta VOCO 好了，这 VOCO 就是那个输出电容的那个电容量，那 ESR 是我们里面的那个等效寄生电那个电阻等效串联电阻，它所产生的电流量是不一样的一个是 delta IL 乘以 ESR， 一个是 delta IL 什么除以 VCO， 就你的电容量，这个电容量还要乘以8倍的什么8倍的开关频率，所以两个除出来两个频率那个电流是不一样的那不一样呢，不仅大小不一样，它相位不一样，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红色上面这个红色这一条是我们的那个 ESR 上面的电流，那蓝色这个呢相差那个90度，不是100，相差90度，用蓝色的相差90度这个呢是电容所产生的真正的那个电流。那我们从相位图来看一个落后90度，一个同向于 IL，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根据三角定律嘛，你就可以得到原来我的那个电容上的 ripple 的那个电压就是我们输出上的 ripple事实上在这个位置，它并不同向于它并不跟电感同相位，也不跟电容同相位，因为它是两个夹角所整合出来的一个电流。那这个电流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它跟我们的输出那个电感的那个电流并不同向，那你就补偿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你太靠近于你的相位就是说你的这个相位太靠近我们的那个真实的那个电容的那个相位这个系统呢就趋近于不稳定。那你等效于电感呢，它就会越来越稳定。所以我们这边再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开始有一个想法了就是我们怎么让我这个输出的这个 ripple 呢，相位尽可能的等于电感的就是我们这个部分要做的一个调整。当然这边也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公式参考。一般来说ESR 因为比较大，
所以一般来说 ESR 呢都是大于4倍的VOCO 哦，这是一般来说是这样，但有时候你选的那个材料不同嘛，所以呢一般我们都会希望大家在选的时候尽可能去选 ESR 呢是大于等于4倍乘以Delta VCO 的这个结果的。哦，这讲的是结果，这是电压哦。你在调的时候，你在买那个元件，它不会告诉你它 VO ESR 是多少，因为这个要乘以电流才知道啊。但是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会希望在设计的时候呢，希望这个是大于它4倍的，大于它4倍的。如果就是没办法怎么办？所以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一些两个简单的做法，然后以及它的分析方法哦。那假设我的 ESR 就是没办法选这么大，刚刚说过嘛，这个 ESR 要大于4倍的那个里面的电容产生的电流怎么办？简单的做法，首先我们就可以加一个电容。为什么加这个电容？为什么加这个电容？我们叫 feed forward 电容，因为 feed forward 电容它加进来之后是一个0点，0点呢如果在我其他波德图影片有稍微说到嘛，0点呢它会增加什么？增加一个相位的什么 boost， 这叫 boost。那 boost 呢，它的相位也是 boost 上去。那我们刚刚还记得刚刚那个电感电流的那个波形嘛，对不对？还记得吗？电感是往右，电容往下，所以整合出一个往右下角的。那相位往前推是什么意思？ boost 是往前哦，往前推是什么？就往这边推，往上推，让我的输出电流更趋近于跟我电感电流是同一个相位，就是所谓的 boost。所以呢，简单的做法就是你可以在你的那个输出的这个分压电阻上，比如说 R1 这个电阻上，你给它并一个 feed forward 电容就可以了。那这个 feed forward 电容的这个频率点这个频率点我们刚刚前面也有简单的提到你就可以去加一个你想要哪一个频率把它加上去，那它就可以把它在那个频率点我就把它拉上去。那它的简单的一个公式呢，就跟这边就有列在在这边给大家参考如果你知道频率了，那你就可以去反算出，因为 R1、R2 是已知的嘛 ，R1、R2 已知的，所以你只要去换算出你的 CFF， 那就可以在某一个频率点，你想要的那个频率点，那比如说我的那个 P 单频率，那你就把那个 P 单频率下的那个相位把它调回来，那就可以了。好，那如果还是不够呢？如果这样做还是不够呢，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加陶瓷电容在我们的那个电感的 switch node 的这一点，加在这一点。那加这一点有什么好处？那我们首先讲一下它的条件一般来说我们加入了这个我们刚刚前面那个加入一个 C injection 嘛，其实这个 injection 的这个电容呢产生的阻抗 impedance 是必须远小于 R1 或 R2 的，就阻抗所谓阻抗是那个 omega C 分之一这阻抗 C 就是电容量嘛， omega 是频率自己记得，这是简单条件。然后呢，加入这个东西事实上就是我们希望把我们电感电流直接把它引进来用，因为电感电流你既然你的相位要趋近于它，那最好就拿电感电流的那个相位来用嘛，那就我们 switch node 拿进来用，所以呢就是加一个 R injection 把它加进来。但是呢加进来之后呢也有可能产生另外麻烦，就是你产生了另外一个 DC offset 进来，就是有一个 DC 量，那这个 DC 量呢你要把它隔离开呢，就要加一个那个C BIOS 就是 CB。 你加这个电容加进来之后，它会把直流量隔离开，那交流呢跑进来，有这个紫色这条线就交流的意思。那 CB 呢一般我们是远大于 C injection CI， 就是左边的 CB 跟就是左边的这个 CB 跟右边的 CI 呢，它是关系是大于的它是远大于它的。那尽可能呢还有第三个条件是 RJ 加RJ 并联 R1 并联 R2 呢，再乘以那个这三个电阻把它并联起来之后呢，再乘以 C injection 的这个值呢，必须尽量的大于你的开关频率，然后远大于你的开关频率。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参考。那它做 inject 的 ripple 大小呢，这个 inject 的 ripple 大小我会把公式列在这里给大家参考了。它总 total 所 inject 进去的，我们讲过什么叫 inject， 就是原本没有，我想办法生出来一个讯号，而且它是从系统所生出来的，所以呢它是跟系统是相依的，不是独立的，它是相依的，所以它就可以改善我们的
那个 ripple 的大小，然后来加强我们的稳定度，但却不用去换元件来增加我们的那个实际 ripple。输出的 ripple 是缩小的，我把这个讯号是引介到，听清楚哦，有些人误会过了，就是说我是把我的 ripple 引介到这只脚上，而不是在输出上是在我们的 feedback 上。所以 feedback 都被引介了，我的稳定条件就改善了，但是我的输出电压上的 ripple 并没有增加，所以我的结果更是我想要的。那引介的讯号呢的大小就会等于 V in 乘以的 D 再乘以1减 D， 再除以我们的引介的电阻跟电容以及它的开关频率，我这样就完成了。好，那到底我们引介了什么？事实上它可以区分成2条路了。事实上它是区分成2条路。第一条路呢是我们原本的下面这条路。下面这条路是什么呢？下面这条路就是我们透过我们的那个加一个boost，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相位加一个 boost 上去。不是说加一个 booster， 加一个相位可以被 boost 的 zero 上去那我们的相位就可以，还记得吗？我们的相位这一个就可以往上跑，对不对？就可以往上跑。第二个呢，我们加一个那个 switch node 的这个电感的那边的防波的相位，这个相位呢是更趋近于的，对不对？所以我把这个呢把这个 ripple 把它引进来，我干脆把 IL 引进来。它这个意思就是把 IL 引进来，那一引进来之后呢，它就可以让我们这个讯号总 total 的这个整个讯号可以看到把它标一下 VFB1、VFB2 什么意思 ？FB2 是这一个 ，FB1 是这一个。那它加进来之后呢 ，FB2 就是让它更趋近于这边，然后呢 ，VFB1 呢是再把它往上拉上去一点点。所以总 total 整合出来呢是 VFB1 加 VFB2 所以它又更趋近于我们的 IL 了所以这2个方法是不一样的。那我个人在这影片的结尾之前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概念。一般来说我个人先做这个 VFB2 这个方法，如果不足，那我们再去加这个 injection 的 RC。那就可以了，不一定所有的应用都需要这样子加有很多情况下其实加一个电容做那个相位的超前 boost 就可以了不能说超前相位的提升，因为提升后不一定是超前，要看你对谁这是我给大家一个实务上实际在应用上的一个参考，不尽然一定是这样，但我只是说多数的案例呢这样子做就可以了，就是你先做你的 FB 这个的简单计算跟改善。那如果效果还不够，就是提升的相位还不足呢，那就是在做我们的 FB2 这个方法，通常就可以了。很少遇到，应该说不能说很少了，至少我没有遇到不行这给大家一个参考。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谢谢大家观赏，谢谢，拜拜。